近期有消息报道称，日本自卫队员偷拍解放军被当场逮捕并扣押，直到日本政府多次求情才把人放出来。来看详细情况如何。各位老铁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迷彩虎，我是虎哥。身为御用摄影师的日本对我军的各种跟拍不用多说，每次我军的军机军舰出海执行任务时，日本自卫队都要派出军机军舰一路跟随，并且每次都能在第一时间把现场画面发布出来，让大家看看解放军到底干了什么。而在近期，日本有媒体揭露了自家自卫队的一个丑闻，2名日本陆上自卫队队员在非洲被拘留，最后在日本政府的求情之下才把人放出。对于这2名日本自卫队员犯了什么事，大家也很好奇，答案是偷拍解放军。在21年的时候，这2名鬼鬼祟祟的日本情报人员拿着设备偷偷拍摄吉布提中国基地的解放军，结果这正拍一半呢，就被吉布提的人给逮到了。在将这2人带走扣押之后，一审问才知道，原来这2人是日本陆上自卫队的。看着自家的自卫队员偷鸡不成蚀把米，日本政府也没有脸面强硬要求吉布提放人，而是多次求情，最终在日本政府的工匠精神感化之下，吉布提把这2名偷拍解放军的日本自卫队员给放了。对于这2名日本自卫队员为什么要偷拍解放军，大家也感到很好奇。事实上，日本自卫队员的偷拍可不是为了给解放军做宣传的，而是想要将解放军在这儿的情况都打探清楚，从而做出相应的部署。吉布提这个地方虽然穷，自然资源也没多少，但是地理位置却十分特殊，想要去索马里、红海、地中海、阿拉伯海、印度洋都得经过这里，因此吸引了大量国家在这儿驻军。目前美军在非洲最大的军事基地就在这儿，法国全球驻外基地在这儿，我国唯一一个海外保障基地在这儿，日本自卫队第一个长期驻扎的海外基地也在这儿。靠着这4大基地，吉布提每年光收租金就能收好几亿美元，这也是吉布提的重要财政来源。在这4大基地中，日本虽然签订了和平宪法，不能向海外派驻武装力量，但日本政府借着打击海盗的借口，在09年向吉布提租借了12公顷的土地当作基地，并修建了飞机停机坪、总司令办公室以及自卫队员宿舍等据点。有着这处基地之后，日本自卫队就能够参与到在非洲的军事行动中，大幅提高自卫队的战斗力，为将来可能到来的冲突做准备。不过在17年，我国同样在吉布提建设了自己的海外保障基地，并且面积远超日本，达到了200公顷，这自然引起了日本方面的强烈关注。虽然我国声明了在这儿建设的只是一个海外保障基地，是为护航、维和、人道主义救援等任务提供保障，维护国际战略通道安全而建设的，并不像某些国家是为了战争而建立的军事基地。但日本还是时常的来偷拍，想要看看这个基地的具体情况，甚至还发布了卫星图像进行分析，称这个基地被8米厚的围墙包围，是为了后续的军队长期驻扎建设的。但当时的我国并没有理会这种说法，毕竟这个基地是干什么的，吉布提本国政府是最清楚的。我国在吉布提建立的这个基地，不但维护了当地的安全，还帮助吉布提进行了大量的基建，因此吉布提对我国在这儿的驻扎那是相当的欢迎。此次日本偷拍还是屡教不改才被抓的，像刚开始的时候，日本情报人员只是坐在车上远远的拍，到后来也并没有接近解放军基地拍摄，所以吉布提官方只是口头说教，即便是扣押也只关了一会儿就放出来了。而这次却是扣押了很长一段时间，直到日本政府多次求情才把人给放出来。日本偷拍解放军基地的恶劣程度由此可见一斑，连东道主的吉布提都看不下去了。还有一点需要强调的是，多年以来，日本在偷拍侦察我军情报这事儿上一直是犯事不断。此前就曾有过联合美国以及岛内的台当局，实现所谓的情报打通共享，3方联合专门研究分析解放军。由此看来，防火防盗防日本间谍这句话
不但在抗日战争年代适用，即便是到了21世纪的今天，也依旧值得牢记于心。